过年走亲戚，姑姑当着亲戚们的面，笑呵呵地给我闺女包了个红包，捏起来沉甸甸的，分量十足，看得在场的人都直夸她大方。当时我心里还感慨，姑姑是不是良心发现了？这次竟这么慷慨。谁知一回家打开红包，我差点没气得背过去，里面装的全是冥币。我气得当场拿起手机给她打电话，语气还算客气：“姑姑，你是不是给欣欣的红包拿错了？”结果电话那头传来一句理直气壮的回复：“不就是走个形式吗？干嘛这么较真？你别斤斤计较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气得手直抖，心想这笔账不能这么算。姑姑生日的时候，我送了她一套寿衣。年初二，我带着宋浩和欣欣去姑姑家拜年，正巧姑姑家还有别的亲戚在，我们坐了一会儿就没留下吃饭。临走前，姑姑当着大家的面给欣欣发了一个大红包，红包捏起来挺有分量，我估摸着至少得有上千块。路上，我忍不住跟宋浩嘀咕，往年这个姑姑给欣欣的红包最多50块，怎么今年突然这么大方？我们这边过年给孩子红包，通常都是100起步。宋浩笑了笑，说：“估计是今天有人在场，想充充面子吧。”我侧身看向他，问：“今天在他家的是谁呀？”当时家里的气氛有些怪异，所以我们没多待。宋浩说道：“你没认出来，是咱前表嫂的哥哥和妹妹，他们估计是陪前表嫂来看孩子的。”我顿时明白了，当初前表嫂坐月子时，表哥勾搭上了他们单位的小姑娘，前表嫂一怒之下跟他离了婚。看来姑姑发这么大的红包，就是想在前儿媳的家人面前装一回阔气。不过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回到家后，我拆开红包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少钱，结果发现里面全是冥币，我气得差点炸了。每年初二，我们都会去他家拜年，这个红包显然是他特意给欣欣准备的。他什么意思？大过年的恶心谁呢？宋浩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会不会是拿错了？”他把冥币接了过去，说：“我问问他吧。”我摆摆手，冷声说道：“我自己问。”我当即拨通了姑姑的电话：“姑姑，你给欣欣的红包是不是装错了？”我尽量压着怒火，隐晦地问道。电话那头，姑姑却没正面回答。她说道：“你们到家了是吧？明天我带着小杨和小林去你们家拜年，记得做好饭等我们。”闻言，我心里基本可以确认，红包装冥币这事，他是故意的。我的火气瞬间蹿了上来。你要是不想给红包，可以不发，大过年的给人发冥币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恶心谁呢？姑姑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冷冷地说道：“大家都是亲戚，走个过场而已，你不要那么斤斤计较。”言下之意，这冥币就是他故意准备的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简直要被气疯了。小杨和小林每年来我家，我红包没少给吧？你做事这么缺德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大过年收到冥币，真是晦气透了。姑姑却理直气壮地辩解：“我不是想着每年给压岁钱都让你吃亏吗？今年就一丝一丝，你不理解我的苦心，还骂我，咋说话这么难听呢？”她这话说得特别振振有词，还没等我说什么，姑姑又开始扯以前的事。许月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家能有今天，全是靠我的牺牲。姑姑的语气越说越激动。要不是当年我放弃读大学，你们家哪来的今天？如今你们条件好了，就开始嫌弃我这个姑姑了，是吧？许月，做人要讲良心，不然会遭天谴的。听到他又拿以前的事说事，我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。你还好意思提以前？我冷笑连连。你该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为什么没上大学吧？早些年，我家确实条件一般，
但也不是供不起他和我爸一起读大学。但这位姑姑高三时因为早恋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原本考个本科是没问题的，结果为了谈恋爱，最后连大专都没考上。她那时的男朋友高三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为了跟男朋友在一起，她死活不肯复读，甚至偷偷拿了爷爷奶奶的钱，南下找男朋友去了。当时我爸已经实习了，根本不存在所谓她牺牲自己供我爸读大学的说法。后来男朋友甩了她，她才灰溜溜地跑回来。爷爷奶奶一直觉得是他们疏于管教，才害她变成这样。他们经常自责，连我爸也觉得自己有责任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姑姑的很多事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明知道她喜欢贪小便宜，逢年过节该有的礼数也没少过。每次她带着孩子来我家，我不仅给红包，还给孩子买衣服鞋子。我一直觉得孩子是无辜的，可没想到我的真心换来的是她大过年给我女儿送冥币。许是因为心虚，姑姑一句话没说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但这次我不打算把这口气咽下去，我拍下红包和冥币的照片，发到了家族群里，还特意艾特了姑姑。大过年的给人发冥币，是你怕死了没人烧纸，先找我预存，想让我帮你烧纸吗？平时热闹的家族群顿时安静下来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。我刚把消息发出去，手机就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月月，你群里发的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？我妈声音透着担忧。不等我回答，她又追问了一句：你姑又干什么了？我压下心里的怒火，平静地说道：今天我和宋浩带欣欣去他家拜年，他给欣欣发了个红包，结果里面全是冥币。我妈迟疑了一下，说：会不会是弄错了？你姑虽然讨人厌，但应该不至于干这种缺德事吧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压下怒意。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了，他是故意的。接着我把前表嫂带着家人去看孩子的事简单说了一遍。听完，我妈的声音明显透着愤怒：真是个没皮没脸的东西。我叹了口气，说：我不是缺那点钱，但他这么做实在太恶心人了。我妈咬牙说道：等你爸回来了，我跟他说，让他去帮你骂他一顿。我点了点头，说：以后这个亲戚我不会再认了。姑姑这次的行为已经彻底触碰了我的底线，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已经是我有涵养了。至于继续把他当亲戚往来，别做梦了。但我还是低估了姑姑的脸皮厚度。第二天上午，她居然又带着小杨和小林来我家拜年了。和往年一样，她拎着一箱廉价的杂牌饮料，价值不过40块。小杨和小林穿得很单薄，每年他们都这样来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总会让宋浩去附近商场给他们一人买件羽绒服。但这次我决定不会再惯着他了。他们到的时候，我和宋浩正在厨房准备午饭，开门的是欣欣。姑姑一进来就跟个大爷似的坐在沙发上，她瞟了眼茶几上的瓜子和坚果，有些嫌弃地说道：欣欣，去洗点车厘子出来。小杨和小林虽然没说话，但眼巴巴地往厨房看。欣欣和我都爱吃车厘子，家里冬天从来没断过。姑姑每年拜年都会先把车厘子当饭吃一顿，临走还要把剩下的都带走。像这种事，我虽然不高兴，但之前并没有计较太多。但这一次，我决定不再惯着他了。我把他带来的那箱杂牌饮料丢到他脚边，冷冷地说道：我长这么大，还真没见过你这么脸皮厚的人。昨天才给欣欣送了冥币，今天竟然还有脸来我家蹭吃蹭喝。我指着门口，语气冷漠：拿上你的垃圾，滚！我家不欢迎你。姑姑接过那箱饮料，
却死赖在沙发上不动。他开始指责我：许月，我发现你越来越没教养了，都快30的人了，这么跟长辈说话，你觉得像话吗？我冷笑，我没把冥币当红包回敬你，已经很有教养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小杨和小林可怜，表哥又完全靠不住，我还真想这么干。再说了，长辈没个长辈的样子，就别想得到小辈的尊敬。这些年，我们家对他已经仁至义尽。我本就不是逆来顺受的人，每次想发火，我爸总会劝我：“你姑也挺可怜的，忍一忍吧。”但很显然，我们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好结果，姑姑反而变本加厉。以前她只是占点小便宜，偶尔借点钱，现在竟然大过年给欣欣送冥币。姑姑一脸不敢置信：“你还学会跟长辈顶嘴了？”她指着我，愤愤地说道：“我待会儿就去问你爸，他是怎么教育你的。”我忍着揍他的冲动，冷声说道：“少跟我废话，赶紧滚，别逼我动手。”我的怒火已经压到极限，随时会爆发。或许是看出我真的生气了，姑姑臭着脸，抱着那箱饮料灰溜溜地走了。小杨和小林依旧穿着那身单薄的衣服，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像往年一样心软。平时我爸给欣欣买衣服时，也会顺便给小杨和小林带2件。说到底，并不是他们真的缺衣服，姑姑之所以让孩子穿成这样来，不过是想让我再给他们买新衣服罢了。我暗暗警告自己，心疼极品亲戚的孩子，就是自找麻烦的开始。这句话我要刻在脑子里。吃完午饭，我正准备和宋浩、欣欣去看电影，我妈的微信就来了：“你姑带着俩孩子来家里闹了。”我赶紧把欣欣交给宋浩，自己开车去了爸妈家。幸好我们买房时为了方便，没买太远，春节城里的车流少，10来分钟就到了。我刚进门，就看到姑姑正在指着我爸破口大骂：“你们家有钱了，就看不起我这个穷亲戚了，是不是？”姑姑一看到我进来，情绪更激动了：“你这个当哥的看不起我，你女儿也看不起我，但你们别忘了，你们有今天也是靠爸妈的遗产。”她随手拿起茶几上的饮料，仰头喝了一口，反正已经撕破脸了，今天就把爸妈的遗产分一分吧。听她提起爷爷奶奶，我爸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你还有脸提爸妈？爷爷奶奶去世时我还很小，爷爷先走没2年，奶奶也因病去世了。我清楚记得，奶奶病危时，姑姑和姑父还在外地旅游，医生建议我爸把奶奶接回家，说是活不了几天了。但我爸坚持让奶奶住在医院，他不是怕奶奶死在家里，而是想让奶奶撑到姑姑回来。姑姑却觉得我爸催她回家，是想让她出钱治病。她根本不信奶奶病危了。等奶奶去世，姑姑和姑父才从外地赶回来，奶奶的后事办完，我爸和姑姑为此大吵了一架。即便如此，我爸仍然按照奶奶的遗愿，把家里唯一的一套房子留给了姑姑。我爸妈的婚房是他们自己买的，而姑姑因为没学历，工作不好，收入低，奶奶才把房子留给了她。至于家里的存款，早已用来给奶奶治病，所剩无几。我爸几乎什么都没继承，但即便如此，姑姑还是觉得我奶奶偷偷给我爸留了什么。这些年来，她一直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。我本想骂她一顿，但我妈拉了拉我，低声说道：“让她闹。”她冷笑了一声：“正好让你爸看看，他的忍让到底值不值得。”想到我爸这些年的忍让，我顿时没吱声。姑姑都闹到这个份上了，如果我爸还一味退让，我非劝我妈跟他离婚不可。凭什么他包容就算了，我和我妈也要一起忍？不过这次，我爸没有像往常那样让着姑姑，
她从房间里拿出一个盒子，丢在姑姑面前，自己看吧。隔得有点远，我只能看到盒子里装着似乎是些当，但具体是什么内容，我看不清。我妈见我一脸疑惑，低声解释道：“那是当年你奶奶住院的缴费单，还有她的银行流水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留着？”我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你爸心软，要是没留着，等时间久了，你姑再闹，他上哪儿找证据去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对着我妈竖起了大拇指，心里感叹：我妈能忍这些年，对我爸是真爱了。然而，我姑再一次用事实证明，我低估了她的无耻程度。她看完那些当后，直接往沙发上一躺，少拿这种东西来骗我。她不依不饶地说道：“你们肯把那套房子给我，不就是因为现在这套地段更好？当初这套房子肯定是爸妈给你们的，理应有我一份。你们要是不补偿我，那我就搬过来跟你们一起住。”我妈听到这话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回房间拿出房产证。她把房产证摔到姑姑面前，冷冷说道：“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念在亲戚一场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现在滚出我家，我还能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但你要是再继续闹，我就报警。”她收起房产证，淡淡说道：“大过年的，蹲橘子的滋味可不好受。”听到报警这两个字，我姑顿时安分了许多，毕竟她之前确实蹲过橘子。表嫂离婚前，姑姑对她一直很不好。有一次邻居议论了几句，她竟然偷偷去把人家车给划了，而且她还提前破坏了监控。可惜人家车上装了行车记录仪，最后被抓个正着。事发后，她不肯赔钱，邻居直接报了警。厚着脸皮找了个借口，他才勉强道歉了事。这次我姑知道我妈来真的了，带着小杨和小林灰溜溜的走了。但他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在微信群里大骂我爸没良心，专欺负自己的亲妹妹。我爸嘴笨，性格软，被气得面色涨红，拿着手机删删改改，最后只发了一句话：“我对你怎么样？大家都有眼睛能看得到，但我也是有脾气的，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妹妹。”怕我爸难过，我给他和我妈报了个旅游团，让他们出去散心。我是医生，平时工作忙，实在抽不出时间陪他们一起去。这天午休，我正在医院食堂吃饭，急诊同事发来消息：“小月，你姑在急诊吵着要见你，你过来一下吧。”我顿时没了胃口，匆匆赶去急诊。远远的，我就看到戴着口罩，时不时咳嗽的姑姑站在大厅门口。姑姑一看到我，立刻招手：“许月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估计是阳了，给我安排个单人病房。”她语气满是理所当然，接着补充：“现在阳了住院，应该还跟以前一样，不用自己花钱吧？”我皱眉，冷声说道：“我爸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了，别说是阳了，就算病死了，也跟我没关系。”听到这话，姑姑有些不高兴：“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”她朝我靠近几步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跟你爸是亲兄妹，气头上说的话，那能当真吗？”我冷笑：“是不是气话？心知肚明，装傻没用。”风有些冷，姑姑打了个寒战，吸了吸鼻子，说：“这些都不重要，反正你赶紧安排病房，不然我今天就不走了。”我淡淡回了一句：“随便你。”然后转身走进医院。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，真闹起来，医院保安也不是吃素的。姑姑见我要走，连忙一把拉住我：“哎，别走啊！”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她拽着我的袖子，眼里闪过一丝算计的光。她神神秘秘的左右看了看，
和做贼一样凑到我耳边，有话要说的样子。我尽管不愿意，还是把耳朵伸了过去，凑到我耳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你要实在不肯安排单人病房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过2天我带个女人来，你帮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。”我一听，立刻往后退了几步，与他拉开距离，打胎去妇产科挂号。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。姑姑跺了跺脚，说：“要是能去妇产科，我还找你干嘛？”我冷着脸，语气坚定：“这跟我无关。总之，你们家的破事别来找我。”人的忍耐是有限的，我的底线早被他磨光了。姑姑见我不肯，干脆一把将我拉到偏僻的角落。她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难道想看着别人来跟小杨争家产？”我一头雾水，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他口中的孩子，难道是表哥的？”姑姑一脸不屑：“你表哥不小心被人算计了，那小姑娘现在怀孕了，逼着你表哥娶她。”我顿时无语，表哥快40了，又不是高中生，能被人算计？更何况这种事他不愿意，谁能强迫得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别当我是小孩子，这么好骗。不过看在有瓜可吃的份上。”我耐着性子问：“真像你说的那样？你不是该巴不得他们马上领证吗？又怎么可能会想让他把孩子打掉？”姑姑显然隐瞒了什么，我姑磨磨蹭蹭的不肯说实话。我当然也不会惯着他。没过几天，他就带着我表哥到我家闹了。这天我正好休息，带着欣欣去我爸妈那儿吃饭，前脚刚进门，姑姑和表哥后脚就跟了进来。这房子是我爸妈早年买的，社区管理并不严格，再加上他们经常来，保安认得他们，就直接放进来了。2人就像进了自己家，径直在沙发上坐下。我故意开口就说道：“你哥的女朋友怀孕了，他家要88万彩礼，要是不给，他们就要报警，说你哥 QJ 他。”我妈一脸嫌弃，说：“这跟我们家月月有什么关系？人家要彩礼，你们就去筹钱呗。”姑姑瞪了我妈一眼，满脸不悦：“许月，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2条路，一是我把人以产检的名义带去你们医院，你悄悄帮我把他的孩子打掉；二是你们家帮我们拿出这88万的彩礼钱。”我把欣欣推到我妈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妈，您带欣欣回房间去吧，我怕一会儿动手会误伤到欣欣。”等我妈带欣欣进屋后，我才转头看向姑姑，说：“真的，每次见她都能刷新我对无耻这2个字的理解。她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我搞大的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人无耻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出这种话，还悄悄打掉孩子，真当我是傻的吗？这事要是真干了，不仅医生当不成，还得坐牢。至于88万彩礼，他真当钱这么容易赚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姑姑和表哥：“我们这边的彩礼普遍才10来万，人家开口就是88万，你倒是说说，这孩子是怎么来的？”姑姑急切地说道：“他是你亲表哥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吧？”闻言，我反而笑了：“不就是女朋友怀孕了吗？能出什么事？”表哥低着头，目光闪躲，小声说道：“对方还是个学生，他家里人又蛮横。”姑姑赶紧接过话：“孩子要是不打掉，那就只能拿出88万彩礼。你表哥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，这是闹大了，前程就毁了。”可能是我没马上开口反驳，姑姑以为我心软了，她得寸进尺地说道：“反正这钱最后还是会带回来的，就当你资助你表哥了。”她话音刚落，我爸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怒骂道：“你还要不要脸？月月是你侄女，不是你的仇人。”我爸气得脖子通红，指着姑姑说道：“你儿子捅的篓子，凭什么要我女儿善后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
扯着姑姑就往外推，滚，都给我滚！姑姑不甘心地吼道：“一家人分什么彼此？许月帮我们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”他接着冷笑道：“你跟我嫂子连个儿子都没有，你们死了，家里的东西不还是我儿子的？如今要这88万，不过是提前继承你们的遗产罢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上前把姑姑直接推出了门。这次的事情让我彻底明白，做人不能太和善，否则就会被人蹬鼻子上脸。我花了点钱，请人帮我调查表哥和他女朋友的事。果然，这里面还有更恶心的细节。表哥的女朋友是个高3学生，表哥装成富二代，用假包和假化妆品哄骗了她。小姑娘没什么社会经验，很快被表哥的甜言蜜语俘获，上了他的床。等小姑娘怀孕后，她的家人发现了问题，见面后才知道所谓的富二代只是个骗局。即便如此，小姑娘还是被表哥迷得五迷三道。他家人气不过，要求表哥家拿88万彩礼。姑姑为了不给这笔钱，就想让我帮她偷偷把孩子打掉。看到这些信息，我只觉得恶心。真的，什么样的母亲，就教育出什么样的儿子。我把那天家里发生的事情录了音，直接寄给了小姑娘的父母。姑姑那些言论，我录得一清二楚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把录音寄给了表哥的单位。姑姑不是一直以表哥是公务员为荣吗？那他这公务员也别想继续干了，一个哄骗小姑娘的垃圾，不配当公务员。快递寄出去后，我和爸妈商量卖房子的事情，正好社区有点老了，卖了换个设施好点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清静。我妈当即同意了，听女儿的吧。她看向我爸，语气冷淡：“你那个妹妹什么性格？你心里有数。以前你忍着也就算了，现在她连咱俩的遗产都惦记上了，你要还想忍，那咱就离婚。”我爸被我妈气得瞪他一眼：“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知好歹？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其实我早就想卖了，只是怕你不同意。”我妈冷笑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同意的？换个新房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”我爸无奈叹气说：“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和月月了，你们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”我妈点头：“记住你这句话就行。”他们是行动派，当天就联系了中介。虽然社区有点老，但地段好，房子挂牌没几天就有人看上了。我们也没隐瞒姑姑这个不确定因素。买家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没事，大妹子，他们要闹，我保准让他们后悔。”我看了看买家袖口隐约露出的纹身，忍不住笑了。房子顺利出手后，我爸妈马不停蹄地开始看新房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收到了表哥被开除的消息，倒是比我预想的要慢了一些。我原本以为单位收到录音后会立刻开除他。宋浩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当是买菜呢，交钱就完事。”他把果盘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人家收到录音后还得查明真相，这么快解决已经很高效了。我这么做，你不会嫌我歹毒吧？”我半开玩笑地问道。一边说着，我给之前联系的私家侦探发了条微信，让他帮忙打听表哥和那个小女朋友的后续。吃瓜吃到一半停下来，实在太难受了。宋浩伸手毫不留情地掐了掐我的脸：“我能说我早就想收拾你姑姑一家了吗？”他坦然道：“如果不是看在她是你亲姑姑的份上，你以为我能忍她这么久？”我忍不住笑出声：“那下次再遇到这种人，你记得早点出手。”私家侦探还没回复，我倒是先接到了姑姑的电话：“许月，过几天我生日，别忘了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啊！”姑姑理直气壮地说道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挂了电话，并顺手把他的手机号拉黑。他们家最近应该已经焦头烂额了，
居然还有心思问我要礼物。正准备把手机放回兜里，我忽然想起过年时他给欣欣送冥币的事，想了想，我上网订了一套寿衣，收件地址和电话直接填了他的，不是想要生日礼物吗？好啊，我送你。可惜当时他给的冥币被我扔了，不然还能一并还回去。更遗憾的是，我看不到他收到寿衣时的表情，感觉像是损失了1个亿。姑姑的生日眼看着快到了，我担心礼物不能准时送到，于是联系卖家商量发顺丰。急用，麻烦发顺丰吧，我愿意多付快递费。卖家倒挺实在，说如果特别急，建议去实体店买。我回复急是急，但还没到那份上，那补10块快递费，我今天给你发。卖家很爽快，说完还发来一个运费补交链接。我把运费补上后，又给前表嫂发了条微信。我表哥最近勾搭了个学生，对方怀孕了。我和表嫂关系一直不错，他和表哥离婚后，我们偶尔也会聊几句。当初离婚时，表嫂本想争2个孩子的抚养权，但姑姑直接带着孩子躲去了外地，还放话要去他单位闹。表嫂了解姑姑的德行，知道她说得出做得到，只好妥协放弃了孩子。后来她谈了个对象，但一直没有再生孩子。不久后，表嫂给我打来了电话：小月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表嫂穿着长款风衣，黑发红唇，气质优雅，状态极佳。坐下后，她开门见山：小月，我想把小杨和小林的抚养权要回来。我搅了搅咖啡，淡淡说道：拿回来也好，再留在那个家，早晚会被带歪。我可怜小杨和小林，部分原因是因为表嫂，如果不是和他关系不错，我也不会年年给他们买衣服。表嫂轻叹一声：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想法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他嘴角带笑。现在他女朋友怀孕了，我正好把孩子接回来自己带。其实那2个孩子的性子已经有些不讨喜，但趁着年纪还小，或许还能纠正过来。如果继续留在姑姑家，以后只会被养成人人嫌弃的样子。表嫂选择在姑姑生日那天去谈抚养权的事。临出发前，她给我发微信：小月，一起来，有热闹看。听到有热闹，我可耻的心动了。或许是压抑久了，一旦开始反击，就停不下来了。只要看到姑姑倒霉，我就开心。然后我跟她一块儿去了。我们差不多同时到达。姑姑看到我们一起过来，还以为是给她庆生的。等发现我们空手来的时候，她的脸色瞬间从喜悦变成了嫌弃。今天我生日，你们怎么空着手来？表嫂点点头，淡淡说道：知道你生日啊，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来庆生的。那你们来干嘛？姑姑一脸警惕。表嫂朝2个孩子招了招手，说：来通知你们一件事。表哥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满脸胡渣，嘴里叼着烟。表嫂指着他，语气平静：他女朋友怀孕了，我要小杨和小林的抚养权。你做梦！姑姑激动地跳起来：当初是你自己不要抚养权的，现在孩子大了，又想要回去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怒视我：肯定是你挑唆的，许月，你怎么这么坏？表嫂不慌不忙地说道：跟许月没关系，当初我为什么放弃孩子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她抚摸着2个孩子的头，满眼疼爱。每个月那么多抚养费，你真正花在孩子身上的有多少？表嫂冷冷看向姑姑：以前的事我不追究，现在我要把孩子接回来，自己带。姑姑当然不肯同意，因为表嫂离婚后，每个月给她4000块钱抚养费，但这钱真正花在孩子身上的，连1000块都不到，什么都不干。
每月就能拿4000块，姑姑怎么舍得放手？姑姑不喜欢小林，但一直留着她，也只是因为表嫂的钱。不过这次，表嫂是铁了心要拿回孩子的抚养权。她来之前，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。表嫂冷静地说道：“之前忙于事业，确实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，这才被你们蒙骗了这么久。但从现在开始，一切到此为止。”小杨听了，欲言又止地看了看表嫂，最终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妈妈，其实你每次来之前，奶奶都会让我们换上新衣服。”小玲也在一旁补充：“家里的零食和玩具都是哥哥的，只有妈妈来了，我才能玩一会儿。”表嫂的眼眶渐渐泛红，姑姑见状，立刻下意识地想打小林，我连忙上前拦住她。姑姑见打不了小林，开始哭天喊地，仿佛小林才是个罪人。就在此时，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表嫂说：“可能是我哥哥，小月，麻烦你帮忙开下门。”但门外的不是表嫂的哥哥，来的是我表哥的小女朋友和他的父母。他们连看都没看我和表嫂一眼，直接冲着姑姑开口：“考虑好了吗？是结婚还是坐牢？”姑姑被烦得不耐烦，冷声道：“她爱嫁不嫁，88万彩礼，你们是疯了吧？”说完，她还用鄙夷的眼神看向那小姑娘，小小年纪不自爱，肚子都搞大了，除了我儿子，我看谁会愿意娶？小姑娘的父亲听了这话，顿时火冒三丈：“你说什么呢？”表嫂见状，悄悄朝我使了个眼神，我俩把2个孩子带到了另一个房间，避免让他们看到接下来的闹剧。客厅里，姑姑双手叉腰，毫不退让地说道：“我说的难道不对？像你女儿这样的，我儿子愿意娶她，已经是他的福气了。要么你们给20万嫁妆，我儿子娶她；要么你们自己把孩子打掉，这事儿就算完。”他冷笑一声，继续说道：“我问过律师了，我儿子跟他发生关系时，他已经满18了，报警也没用。”提到表哥，姑姑的语气里甚至带着几分得意：“你们要报警，我就去他学校宣传宣传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做人。”听了这些话，小姑娘眼睛一红，捂着脸开始哭，而始作俑者，我表哥，竟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在一旁抽着烟。我心里不禁感叹，表嫂当初到底看上他哪一点？表嫂不仅长得好看，事业也很成功，而表哥除了那张脸还能拿得出手，其他简直一无是处。他读书时成绩差得离谱，就连公务员的职位都是靠运气捡漏来的。表嫂看出我的想法，轻轻笑了笑。年轻时谈恋爱，看重的是脸，没看人品。我正走神时，客厅里已经打起来了。小姑娘的父母跟姑姑扭打在一起，2对1，姑姑很快落了下风。表哥见状，掐灭了烟，加入战团帮忙。表哥一动手，那小姑娘自然也坐不住了，急忙上前拉她，结果姑姑用力一挥，把小姑娘推倒在地。巧不巧的，小姑娘的肚子撞在了茶几上，她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，满脸痛苦地倒下了。小姑娘的母亲尖叫一声，飞奔过去，颤抖着将她扶起。地上已经出现了一小块刺眼的血迹。小姑娘的父亲当即报警，并拨打了120。我告诉你，我女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什么，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姑姑这会儿也吓得不轻，浑身发抖。刚才那么多人扭打，谁知道她是被谁推倒的？表嫂冷静地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刚才录了视频，警察来了我会交给他们。”姑姑听了这话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完全说不出话。偏偏这时候，顺丰的快递员上门了。我给姑姑订的寿衣到了，姑姑没心思拆快递，
我倒是乐得主动，我把叠好的寿衣摆在茶几上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姑姑，这是我送您的生日礼物，不知道合不合身。”我装作真诚的样子说道：“在警察来之前，您可以先试试，要是不合身，我还能帮您换。”下一秒，姑姑直接被气得晕了过去。警察和救护车几乎同时赶到，警察带走了姑姑和表哥，救护车则把小姑娘一家送去医院。虽然抢救及时，但孩子还是没保住。小姑娘的父母怒火中烧，把没成型的血团带到了警局，闹得天翻地覆。最终，姑姑和表哥被罚了款，同时还得接受拘留。表嫂趁机让他哥哥接走了小杨和小林，然后请我吃饭。吃饭时，表嫂坦然说道：“其实他们一家是我通知来的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其实孩子没了也好，真嫁给表哥，以后日子更难过。”表嫂温柔地笑了笑。我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，但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她目光坚定。他们进了局子，争夺抚养权的官司，我就多了一分胜算。我点点头，安慰道：“人都是自私的，换成是我，也会这么做。”那个小姑娘的遭遇我不便评价，但在这件事里，表嫂并没有做错。她那父母明知道女儿还在读书，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，反而想借此索要高额彩礼。更何况，如果他们真的在意孩子，也不会在狭窄的客厅里打架。在姑姑和表哥被拘留期间，我爸妈的新房子也过户完成了，买的是别人精装修好的二手房，简单打扫后就能直接拎包入住。宋浩问我要不要趁这个机会也换套房子，免得以后他们俩出来了又来家里闹。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们这套房子挺好的，没必要换，只需要跟物业打好招呼，不允许他们进来就行。更何况，他们这次惹上的是一群硬茬子，等他们出来之后，估计还有的闹。”宋浩点了点头，杜依你。他一手牵着欣欣，一手牵着我。明天休息，咱们一起去给爸妈选乔迁礼物吧。我莞尔一笑，好呀。那些闹心的人都暂时消停了，连空气都清新了不少。说到底，人还是不能太软弱，否则就只会有受不完的气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年夜饭上，一群亲戚攀比小孩。我25岁还在读书，堂姐却是上市公司核心员工，我被全家挤兑，是一事无成的书呆子。堂姐骄傲地说：“我们周总在隔壁吃饭，说要过来见一面。”眉眼冷峻的斯文男人跨进门来，是我前男友。我抬眼看到他，转头要跑，他伸手过来拦住我，嗓音冷淡：“跑什么？你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吗？”我抱着帆布包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有，周总好，我是程瑶堂妹。”呵，他没理会我挤眉弄眼的暗示，目光扫过来，一点点染上凉意。我妈瞪我一眼，语带警告：“程宁宁，给我过来，坐下。”我垂头丧气地滚回自己座位上，听到婶婶热情的招呼：“周总，咱都是自己人，坐下一块吃点吧。”呵，怎么可能？这男的有很严重的洁癖。好啊，我猛地抬起头，正巧看到周云对我勾了勾唇角，眼底那点笑意毫无温度，反而更像是威胁。他在让出的主位上坐下，正巧在我对面，隔着一张桌子。婶婶叫服务生进来加几个菜，又给周云拆了套新的餐具，他碰都没碰，只是漫不经心地问我：“你是程瑶堂妹，叫什么名字？”还没等我回答，程瑶已经先一步开口：“周总，这是我妹妹，叫程宁宁，一直不太会做人，您别介意她。宁宁是我们家几个孩子里最没出息的了。这孩子20好几了还在念书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
婶婶斜了我一眼，似乎很怕我影响到堂姐在周云心目中的形象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家程瑶和她完全不一样的。周云微微挑了下眉，是吗？是啊，我们程瑶又漂亮又懂礼貌，现在又在周总那工作，一直是全家人的骄傲。周云不置可否，目光又落在了我身上。还在念书，读研吗？我有气无力地说：是的，研3，哪个学校？什么专业？我偏过头去，不想理会，当作没听见。我妈一手捅了捅我腰间软肉，一边替我回答：临城大学工业设计。从前编造的假信息被尽数戳破，我心惊胆战，看着周云唇边勾着的那一丝若有似无的笑，总觉得他下一秒就会掏出一把加特林对着我突突，并质问：你在我面前除了性别，还有什么信息是真的？我还在出神，对面的周云忽然起身走过来，微微弯下腰，推过来一张名片。毕业后来我们公司上班吧，有个新项目需要高学历的负责人，你很合适。程瑶猛地站起来，周总说的是跟春景合作的那个项目，可明明说负责人是我。周云已经走到了门口，闻言停步回头，语气如常：你不是又漂亮又懂礼貌吗？公司缺个前台，年后就给你调岗。周云离开了包厢，几句话给我们一大家子人干沉默了。这时候服务生推门进来：您好，刚刚说要加的菜，出去。婶婶猛地呵斥了一声，又阴沉着脸看向我：你认识周总？我摇摇头，没见过。程瑶呆呆地坐在位子上，像是仍然没反应过来。她是全家人的宠，从小就漂亮，又很会讨大人欢心，每年聚会都要被拉出来夸奖。今年工作跳槽，事业发展正顺，婶婶特意在星级酒店订了这顿年夜饭，本来是过来炫耀的，一秒天堂，一秒地狱，大概就是说的他们今晚的心情。我妈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慢悠悠地说：哎，瑶瑶也别太伤心了，毕竟上市公司，前台说出去也还是很有面子的。我爸就瞪他：你少说2句吧，没看到瑶瑶心情不好吗？没眼色，一顿年夜饭不欢而散。叔叔婶婶阴着脸去结账，我爸追出去抢着付，我妈又去拦他。我落在最后，默默把没吃完的酱骨头打包，准备带回去喂流浪狗。结果刚走到包厢门口，眼前光线蓦地一暗，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就见周云跨进来，反手关了房门。他盯着我，语气不善，又想跑。我试图装傻：周总，您在说什么？我是该叫你程宁宁，还是薛以宁？他扯着唇角，冷笑一声，吃干抹净就走人，连一点信息都没留下。现在我就站在这里，你把当初说过的分手理由再说一遍。我蔫巴巴的道歉：对不起，周总。说你是 B 型血，我也是 B 型血，我怕咱俩以后生出来一个2B。3年前，我跟周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当时他还傻里傻气地告诉我弄错了，他不是 B 型血。我说：那你报下身份证号。他真的一字不落地背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。我又说：你身份证号和我不一样，咱俩不合适。然后干脆利落地拉黑了他。回过神，我对上周云森冷的目光，一咬牙：周总，当初骗你是我不对，但咱俩确实不合适。哦，怎么不合适？算命的说，如果我和姓周的人在一起，会有血光之灾。周云忽然抓住了我手腕，他掌心的温度一片滚烫，我忍不住抖了抖，连心跳也跟着加快。他盯着我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你再胡说八道一个字，现在就会有血光之灾。包厢灯光大亮着，照在他碎碎绒绒的黑发上，
那副好看又熟悉的眉眼，如今凝着冷意，却让我鬼使神差想到了3年前，房间的灯光被调暗，浴室里的水雾飘出来，周云帮我吹着头发，不知不觉中，温热的指腹就沿着脖颈一路往下。他动情时，眼尾会微微发红，欢愉到极致，桃花眼也晕开一片水雾，像是一场漫长的山涧春雨，惹人湍急。想到这里，我咽了咽口水。我们好聚好散，不行吗？正巧这时候，我手机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电话。程宁宁，你是不是又在楼下喂流浪狗？赶紧回家，这么晚了。哦哦，好，我忙不迭的应声，挂了电话，看着周云，我妈催我了，她不松手。地址啊，你家地址告诉我，然后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。周云的语气十分不善，再拉黑我，我就去你家找你，盯着你把我放出来。我含泪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，又把家里的地址发给他，没想到周云根本不信。这地址是不是又是你编的？我大怒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他嗤笑一声，有前科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。我自知理亏，默默撤回刚编的小区名和门牌号，输入真实地址。周云收起手机，满意的离开了。临走前，还不忘报复性的在我发顶揉了一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踩着雪，陷入3年前的记忆里。那时候，我2战考研刚结束，和家里关系闹得很僵，过年都没回去，外出旅行散心，结果碰上疫情，只能缩在酒店里打游戏。阴差阳错就认识了被困在隔壁的周云，或许是吊桥效应，或者是封闭环境下的荷尔蒙作祟。总之，我们在一起了一段时间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周云的真实身份，他在我心里是个长得很帅，某些方面天赋异禀，但身上有一堆小毛病的男人，洁癖很严重，不让我说脏话，连 dirty talk 都不许，睡觉喜欢死死扒着人，还不能关灯。后来酒店解封，恰好考研成绩也出来了，我要回去准备复试，干脆跟他提了分手。那时候我还以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走到楼下时，手机屏幕亮起，周云给我发来一条新消息：你1战考研那次在你牛奶里下泻药的堂姐就是程瑶吧？我沉默片刻，没有回复，只是收起手机，上楼开门。刚进屋，迎面撞上我爸，穿着外套，沉着脸站在玄关。我妈坐在沙发上，面无表情。屋内气氛凝滞。我爸一看到我，就冷冷地开口：现在跟我出门，去你叔叔家道歉。要是瑶瑶不肯原谅你，你也别在这个家过年了。我不应声，默默地弯腰换鞋。刚直起身，我爸一个耳光就甩了过来：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眼里还有我这个长辈吗？他没留力气，哪怕我偏头躲开，指甲刮过我脸颊，还是划出了2道血印子，血珠落地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忽然笑了：看您早说这话，我早就不回来了。你他妈的！我妈坐在沙发上，也跟着阴阳怪气的开口：哟，这是又带上我了。程海远，你说你这么喜欢程瑶，干脆让弟媳过继给你呗，反正你也看不上我宁宁，她需要我看得上她，跟个狐狸精似的，打了个照面就勾得人家周总为难瑶瑶。瑶瑶那么优秀，哪里比不上她？无聊，真是无聊。我低着头想，如果不是亲耳听见，谁会相信这词是一个父亲用来羞辱自己女儿的？高中那会儿我年纪还小，看不明白这些，也把家里这些事情匿名在网上发过帖子。那时候很多人回复，让我反思一下自己。毕竟每对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如果他们对我这样，一定是我也有问题。
那时我日思夜想，可总也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想不出来就不想了。我转身开了门出去，那我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一家过年。你他妈在威胁谁？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爸的大吼大叫被关门声截住，戛然而止。我两手空空的下楼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拿出手机，准备搜搜附近的酒店，还有没有空房间。程宁宁听到周云的声音，还以为是幻觉。他从自己那辆黑色的兰博基尼上下来，快步走向我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又下来了？目光落在我脸颊上2道血痕上，表情一下子沉下来。谁弄的？不小心滑到了。我欲言又止地打量他。周总，这大晚上的你不回去，守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怕你逃跑？他紧紧盯着我，那目光就好像一个被拖欠工资许久的苦主，终于找到了东躲西藏的老板，却发现对方又准备卷款跑路。我们俩的距离靠得很近，从他身上传来一股清新的木质香调，像是忍冬。我短促地失神了一瞬，飞快回过神，又开始习惯性胡说八道。我讨你追，我插翅难飞，你要去哪儿？5个字，让我沉默下来。好半晌才蔫蔫地说：不知道，可能找个酒店住一晚，明早回学校。但正逢过年，今年又是第1年放开，整座城市的酒店都被游客和走亲访友的人住满了。这时候去打扰朋友，又不是很方便。我正想着，就听到周云的声音：酒店没有空房间，不介意的话，去我那里住一晚吧。周云比我想象中更有钱，兰博基尼一路开到本市房价最高的富人区，电梯上行，到了19楼的大平层，客厅面积比2个我家还大。装修虽然极尽简约，却还是能看出价格不菲。最关键是的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地面干净，好像能照出人影。我站在玄关，看着自己脚上灰扑扑的棉拖，难得有了点羞赧。周云恍若未觉，只是帮我拿了双新拖鞋，然后淡淡的说：你换了鞋进来，我去帮你开热水器，先洗个澡吧。我在门口垂着脑袋，蹭蹭地面，会不会打扰到叔叔阿姨？家里就我一个人。周云看着我，语气很坦然：我和我爸妈吵架了，自己一个人出来过年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让我鼻子一酸。3年前恋爱的那2个月，我在周云面前警惕地保护着自己的一切个人信息，但他毫无保留。那个除夕夜，我们坐在一起喝酒，他问我为什么不给家里打电话，我含糊其辞，又反问他：你又为什么不打呢？他就笑笑，眼神有点失落，说：我爸和我妈都不喜欢我。那双眼睛被酒意熏得气气润润的，像只可怜兮兮的小狗。我一冲动，撑着面前的桌子就栖身亲了上去。他那时候还很纯情，推着我肩膀说他不要露水姻缘。我就捧着他的脸，又哄似的问他：那就谈恋爱好不好？很正式的，那段恋爱就是这么开始的。程宁宁，周云的声音隔着水声响起。我一个机灵，回过神来，关掉花洒，听到他说：睡衣给你放在门口。一套素的不像话的深灰色男士睡衣，我穿在身上空空荡荡，宽大的不像话。吹好头发出去的时候，周云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酒。我拿起一罐啤酒看了看，大过年的，我们就喝这玩意儿吗？他抬眼看着我，嗤笑一声：不然你还想和我干点什么？这话就很有歧义。我不敢再吱声，拉开易拉罐拉环，猛灌了好几大口。周云忽然问：是因为我吗？我一下呛住，咳了2声。什么？你脸上的伤口是因为我给程瑶调了职，他们不高兴了吗？也不是，对不起。
他认真地看着我，我只觉得生气，没考虑到你的处境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后只好拿啤酒罐挡着脸，有些急促地说：“和你没关系。”的确是和周云没关系，在这个家里，我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衬托程瑶光鲜亮丽的人生。他过得好，就反衬出我的无能；他过得不好，为了让他好受一点，我爸就会想办法让我过得更不好。这是我欠你叔叔的。这句话他说过无数遍。当初如果不是他退学去打工，把上学的名额留给我，我都不会有今天，你更不会出生。我一辈子都欠他的，你也一辈子欠瑶瑶的。至于我妈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她对我没什么爱，我是她用来和我爸博弈的一颗棋子，她人生版图上的一块装饰。小时候她对我爱答不理，后来见我成绩好了，就开始带着我四处炫耀。当初我第1年考研前夕，程瑶在我的牛奶里下了泻药，让我考得一塌糊涂。我妈很生气，她不顾我爸的息事宁人，坚持要替我讨个说法，直到一向趾高气昂的婶婶放下身段，跪在她面前，求她不要追究程瑶的过失。我妈脸上那种老娘终于扬眉吐气了的微妙表情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后来每次婶婶惹得她不高兴，她就会淡淡的说：“当初宁宁第1次考研的时候，要不是……”话不用说完，就足以让婶婶像只被戳破的气球，表情一下子变得难堪。我的痛苦和绝望，是她用来反击多年憋屈的武器，很好用，所以她用了很多遍。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往事，我不知不觉喝了很多，整个人都变得晕晕乎乎的。朦胧中，身体一轻，似乎是周云把我抱了起来，放在客卧的床上。我用无力的手攀着他肩膀，含糊地问：“周总，当初分手还骗你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？”他动作顿了一下，直起身。我醉眼朦胧，看不清他的表情和眼神，只能听到一如既往淡漠的声音：“是，我恨你。我酒量不行，但对于自己醉酒后发生的事情，记得还算清楚。醒来后天色大亮，周云不见踪影。我想到他那句清晰的"我恨你"，心惊胆战，忙不迭地换了衣服溜了。临走前给他留了个字条：睡衣放在洗衣机里洗了，你拿出来烘干一下就能收起来。如果觉得脏了不能穿的话，我赔你件新的。离开后，我回家收拾东西，我爸不在家，我妈坐在客厅看剧。看我拎着没拆封的行李箱出来，他就站起来，把周云的名片推给我。毕业后记得去周总那里上班，让程瑶得意了这么久，你也该硬气一回吧。我垂眼看着他手里的名片，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。妈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呢？和婶婶争斗的工具吗？他怒道：“程宁宁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周总那么大一家上市公司，我叫你去上班，难道是害你？”算了，我收起名片，淡淡的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大年初1回学校。”整栋宿舍楼也就我一个人，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。到了初5，宿管阿姨回来了，她煮了饺子，热情地招呼我和她一起吃。我捧着小碗，刚把一只圆鼓鼓的酸菜馅饺子塞进嘴里，门禁铃响了。阿姨出去开门，又很快回来，笑着冲我眨眼睛：“有个帅哥找你。”我还寻思是哪个师弟回来了，找我开实验室的门。结果嚼着饺子走出去，迎面就撞上周云冷到结冰的目光。我慌里慌张地把饺子咽了，正找纸巾擦嘴，就听到他冷然的声音：“接着跑啊！”我心虚地说：“周总来我们学校是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找你。”他手揣在兜里，神色冷淡：“不是说要赔我睡衣吗？多少？我微信转你26000。”我当场泪洒宿舍楼下。周云，你这是敲诈！
终于不叫周总了。他眼底竟然闪过一丝笑意，没骗你，购买记录还在。然后吐出一串长长的英文，大概是个我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牌子。我咬着牙问：能不能分期付款？周云思考了片刻，然后说：也可以，不过有前提条件。他的条件是等我6月毕业后就去他公司上班。我又想到那句在我喝醉时清晰入耳的“我恨你”，总觉得他是为了报复我当初骗他又甩他，想把我放在身边慢慢折磨。但周云搞了个很正式的流程，让我发给他一份简历，又安排了首轮和2轮面试，最后发来了一封 offer， 上面的薪水也很可观。他说：我不想让别人觉得你是靠我的关系才进来的。我有气无力地问他：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阳光穿过车窗照进来，他侧过头，冲我轻轻笑了一下。我要你来，是因为你是临城大学王牌专业的研究生，还是拿过校长奖章的优秀学生？要相信自己的优秀。宁宁，我的心跳忽然无法控制地加快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改毕业论文，程瑶忽然发来消息，说他在我们学校门口等我。我没空，怎么，需要我让二伯父亲自过来请你吗？我随便抓了件外套，穿上出门。程瑶一见到我，就露出从容笃定的微笑。公司给你发的 offer 我看到了，程宁宁，你不会真的要过来上班吧？我面无表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好好当你的前台吧。他笑容僵住，片刻后有些气急败坏地说：你以为你勾搭上周总很了不起吗？他只不过跟你玩玩而已。周总早就有未婚妻了，是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。你说你是不是很可怜？我点点头，恍然大悟道：这么关心他的婚姻大事，感情你喜欢你们周总啊？程瑶嗤笑一声：你别急着给我扣帽子，虽然我讨厌你，但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姐妹。你要真做了他的小三，我也跟着丢人。他打了辆车，把我拽到了某间餐厅外，隔着落地玻璃，我很快就看到了周云和坐在他对面的卷发红裙美女。周云穿着白衬衫，袖口挽起，一副放松的慵懒姿态。他对面的美女似乎说了句什么，洁癖严重的周云就拿起一只螃蟹，一点点拆下蟹肉，尽数放进了他碟子里。程瑶得意洋洋道：看到了，那才是周总的正牌未婚妻。我认真看了一会儿，点评道：周总技术不太行。程瑶茫然：螃蟹不是这么拆的，多少肉都浪费了。没从我这儿得到他想象中的反应。程瑶明显十分不满：程宁宁，你是我妹妹，也不用在我面前装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但你也不想想，就凭你那点姿色，那点本事，周总怎么可能放弃门当户对的漂亮未婚妻，和你在一起？是，你说的都对。我敷衍的点头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论文还没改完，忙着呢。然后转身打车离开，坐进车里，跟司机报了地址。我缩在座位上，揉了揉心口，有点尖锐的痛感，但很快就减弱了。晚上回去，我改完论文，已经是深夜。睡前刷某音，竟然刷到了熟悉的卷发和红裙。周云的未婚妻，似乎是某个有钱的千金大小姐。发过的内容不多，寥寥10来条，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生活。最新的这条，定位在本市最奢华的5星级酒店，68层的总统套房。画面上是他美艳到极致的脸，和角落里玻璃窗反射出的笔记本屏幕明明暗暗的光，还有握着鼠标的明显属于男人的手，配字共度良宵。后面跟着一个干杯的表情，评论区一水儿的艳羡和夸赞。我想了想，也跟着发了条：
百年好合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其实对爸妈的爱有过不死心的期待。从书里和朋友那里知道别的父母是怎么对自己的小孩之后，我总会一遍又一遍地在他们身上实验，自然是没有结果的。到最后，我已经不抱希望，也学会了在那个名存实亡的家里保持沉默。3年前和周云提分手，不是因为我玩腻了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动了心。在这段建立于见色起意和假信息的关系上，我竟然无法克制地付出了真心。后面该怎么办？时间久了，又要问已经腻了的周云讨要偏爱和垂怜吗？所以我逃跑了，没想到还会再和周云遇上，而且在遇后，本来已经被压下去的悸动，竟然有了死灰复燃的趋势。毕业答辩的前一晚，他给我发消息，明天你答辩结束后一起吃饭吧。我没回。第2天早上，他再发一条，起床了吗？上午10点又一条，开始了吗？不要紧张。11点，你又跑了是吧？我很嫌弃这人乱我道心，干脆直接把手机关了。好在毕业论文我准备充分，就连一向对我加倍严格的导师都挑不出错来，顺利的答辩完成。在场的老师眉梢都透露出满意。我鞠躬道了谢，拎着笔记本回宿舍，一眼就看到了楼下站着的周云。他黑着脸，一见我就咬牙切齿，还关机。你怎么不干脆跟3年前一样，直接拉黑我？我沉思了一下，也不是不行。周云的脸色更沉了。你还真敢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周总。周云皱起眉头，上上下下打量我片刻，似乎想说点什么，最后却还是吞了回去。他知道我在餐厅订了位子，庆祝你答辩结束，接下来的时间自由了。我准备婉拒，谢谢周总的好意，不过是你之前朋友圈说想吃但订不到位子的那家意大利菜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含泪道：不过我已经很饿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反正他总归是打算报复我的，吃顿断头饭不过分吧。我怀着吃了这顿没下顿的想法大快朵颐，周云就坐在对面给我剥虾，鲜甜饱满的虾肉蘸了酱料，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。他唇角勾着一抹淡淡的笑，仿佛在投喂什么小动物，喜欢吃就多吃点儿。如果不是那天亲眼看到他给他的未婚妻拆螃蟹，我可能真的又会短暂的心动和失措。吃饱喝足，我还干了大半瓶餐酒，最后晕乎乎地坐进周云新开来的橙红色帕拉梅拉。他开着车，我靠着椅背，闭着眼睛没说话。最后车在学校门外停下，冷风从车窗缝吹进来，我的神思渐渐清醒，只是还没睁眼，就感受到有什么温热的触感落在了我唇上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推开周云，在他有些慌乱又强装镇定的表情里，我擦了擦自己的嘴唇，抬起眼睛：周云，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脏吗？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就那么直直盯着我，好半晌才有些涩然地开口：你说什么？3年前用假信息骗你，一开始并没有抱着很认真的态度和你恋爱，是我的不对。我承认，那时候是见色起意，觉得你长得好看，所以蓄意勾引。后来提了分手，也没跟你说实话。你对我心生怨念是正常的，想报复我，大可以动用关系卡我毕业证，或者等我入职你公司后再刁难我。我掐着手心，喘了2口气，努力压下声音里的颤抖。用感情报复人，不怕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这样对得起你未婚妻吗？周云怔住了，好半晌才低声问：什么未婚妻？我料想他会否认，于是掏出手机，找到那条短视频，递到他面前。周云看了2秒，神色渐渐变得古怪起来，
你为什么会觉得她是我未婚妻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大怒，干脆直接挑明。那天你们在附近餐厅吃饭，我看见了，你还给他拆螃蟹，虽然手艺很烂，浪费了很多蟹肉。周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那句话可以不说的。他探身过来，帮我扣好安全带，然后一路驱车到某栋别墅外，窗口亮着灯光。周云让我在车里坐着，然后自己下去敲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个眼熟的女人臭着脸过来开门，卷发微乱，身上的丝质睡裙有些褶皱，满脸不爽。看到她就开骂：“周云，你是不是大晚上的脑子被驴踢了？你孤寡老总裁天天独守空房，老娘还有约会呢。”周云冷着脸：“有个误会需要你帮忙解除。”然后把人拽到了车边：“你手轻点。老娘皮肤很娇嫩的，求人办事还这么豪横。”女人被他拽过来，上下打量着这辆车，忽然笑了：“换新车了？这么骚包的颜色，和你的性格不太符合呀。”有人喜欢。周云打开车门，露出还有点轻微醉意的我。女人了然地笑了笑，冲我伸出一只手：“你好，我是周云的姐姐，叫白牙。”我一脸不信，她急了：“真的，同父同母，如假包换。只不过爸妈离婚后，我跟着我妈姓了。”周云说：“那天我请你吃饭，她看到了。”白牙一脸恍然大悟：“哦，上个月呀，周云有事需要我帮忙，特意请我吃饭。看我新做了指甲，还很殷勤地帮我拆螃蟹，结果手艺太烂，浪费了好多蟹肉。”周云额头青筋直跳，后面那句就没必要说了吧？原来是误会呀！我拿冰凉的手背贴着自己脸颊，罕有的感觉到一丝尴尬。周云皱着眉说：“还有你发的那个短视频，又是谁？新交的小男朋友？怎么，这你也要管？”白牙一点也不留情，扬了扬下巴：“我可不像某些老处男，一大把年纪了才第一次谈恋爱，还让人给跑了。周云，你太丢人了，以后出门别说是我弟弟。”说完，他摆了摆手，转身进屋。关门的一瞬间，我看到玄关站着一个高挑的身影，一见白牙就低头吻了上去。我们好像真的打扰到他了。周云坐进车里，和我面对面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嗓音有些冷淡：“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”我垂头丧气：“对不起。”“所以你关机不理我，是以为我有未婚妻？”我本来想嘴硬一下，对上他认真的目光，到底还是点了点头。“你拜托你姐姐办的，是什么事啊？”他轻轻笑了下：“秘密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”我突然想到了很重要的事：“那睡衣还需要我赔吗？”“程宁宁，你能不能专心点想我们的事？”我沮丧地说：“是在想我们的事啊，那不是你的睡衣吗？”“闭嘴！”下一秒，他凑过来亲我，车灯的光落进眼底，柔软的嘴唇在我唇上辗转撕磨，渐渐变得滚烫。他抵着我额头，急促地喘气：“今晚不回学校了，好不好？”我讨价还价：“那我能不能说点 dirty talk 助兴？”周云眉头一皱：“我欲擒故纵，算了，不为难你，我还是回学校吧。”他眼睫颤了颤，妥协道：“可以。”市郊的别墅庭院里，月光照在秋千上，玻璃花房中间是圆形的温泉池。我抓着周云，看着他泛红的眼角，命令道：“叫老公。”他咬牙道：“程宁宁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”我收回手，一脸索然无味：“算了，既然你这么不情愿，我也不是非你不可。”转身的一瞬间，身后伸过来一只手臂，勾着我的腰，一起扑进温泉池。四溅的水花里，他把我抵在温泉池畔，眼底雾气丛生。现在想跑，已经晚了。第二天醒来后，周云问我：“不是本来该在学校改论文，
怎么会跑去那么远的餐厅？我披了张毯子，懒洋洋缩在沙发上。我觉得你应该能猜到，又是程瑶。周云沉下脸，当初他给你下药，耽误你考试，你就该报警的。我笑了，怎么报警？我妈抢了我手机，指着鼻子骂我，说她好不容易出了口气，我要报了警。她还怎么反复拿着是让我婶婶对她低头。这件事的细节，3年前我并没有对周云说过，如今提起来，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愤慨和伤心，只剩下一片漠然。话已经说到这里，我干脆跟周云坦白，一开始编假信息给你，其实就是习惯了，没办法跟外人开口讲我家这种畸形的情况。后来分手也是因为这个，在你之前还有个人，我暗恋了他好几年，我连开口都不敢。后来他说他也喜欢我，我反而觉得害怕。任何一个正常人得知我家里的情况，都不会再选择我了吧？所以他表白了，我反而拒绝了。你看，在感情上我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人。周云抿着唇，下颌线紧绷，眼神冷得像是要结冰。我本意是想告诉他，我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他才提的分手，而是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动了真心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维系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，也没有信心这段起源于吊桥效应，建立在谎言上的感情真的能长久。没想到他越听脸越黑，你还喜欢过别人？我试图辩解，大学那会儿的初恋都没在一起过呢。他眼底阴着委屈的神色，固执道：不行，你不能喜欢别人，我只喜欢过你一个人，你也要只喜欢我。周云这人黏糊起来还真黏糊。我撑着额头，那都是过去了，我现在当然只喜欢你呀。再说一遍，那都是过去了。就后半句，我停顿几秒，反应过来，你明明说过你恨我，但我很好哄的。周云坐在我对面，抓住我手腕蹭了蹭，整个人一点点贴过来，用最平静冷淡的表情说着最没骨气的话：只要你不要再丢下我跑了，我就会一直爱你，永远永远不会变心。后来我嘲笑他，实在是没有什么霸总的气场，像只粘人的小狗。他就凑过来亲我，低声问我：那你愿不愿意多养只小狗呢？救命！面对这样的周云，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个老禽兽。3月底，我入职周云的公司，恰好那几天他要去外地出差，临走前特意嘱咐我说安排了项目组的资深成员带我熟悉业务。结果入职后，我才发现部门里不少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。很快，我就在茶水间八卦里得知了缘由。听说新来的那个程宁宁是周总的三儿啊，不是临城大学的高材生吗？高材生不要脸起来更没下限。面对周总这种青年才俊，就是明知道他有未婚妻，还不是巴巴的倒贴上去。砰的一声，我推开门，看着里面的2男2女笑了笑。谁倒贴谁？你们怎么知道周总有未婚妻？怕他床底下听见的。最边上的短发女人嚷道：少在我们面前装，程瑶都亲眼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看见周总和他未婚妻一起吃饭，还看见你对他勾勾搭搭，蓄意勾引。我哦了一声，从兜里拿出手机，成，都录下来了。等周总回来，你们带上程瑶，亲自去跟他求证吧。面前4个人齐刷刷变了脸色。果然，到了下午下班后，程瑶就主动过来找我了。她一脸伤心地对我说：宁宁，我们是带着血缘的亲姐妹，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她颠倒黑白的功力还是一如既往。我想起小时候，那会儿我才4岁，懵懵懂懂的。她递过来一个小蛋糕，我没多想就吃了。结果程瑶转头去跟我爸告状，说我抢了他的小蛋糕。6岁的程瑶眼里包着泪水，
抽噎着问：“二伯父有了妹妹，是不是就不会最喜欢我了？”“当然不会了。”我爸呵斥了我几句，又把程瑶抱起来，柔声哄她：瑶瑶永远是二伯父的小公主啊，想吃什么小蛋糕，二伯父带你去买。后来的20多年里，我从没听过我爸用那么温柔细致的语气跟我说过话。想到这里，我笑了笑，冷下脸：“别在我这儿演白莲花，我又不是你二伯父，不吃这套。”程瑶一僵，又换上了一副恳切的表情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妹妹，我们家唯一一个高材生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这么自毁名声呢？除夕那天，你们程家人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”我啧了一声：“我还记着呢，你们说我是书呆子，没礼貌。当初你给我牛奶里放泻药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来着？除了成绩好，一无是处。你要让我唯一的希望也灰飞烟灭，现在轮到你了。”程瑶，我把那段录音直接发到了公司群，一片寂静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言。直到晚上，周云大概是饭局结束，出来艾特了人事：“你辞退邮件给程瑶小姐，再招个新的前台回来。”程瑶强装镇定：“周总，我没有违反公司规定，您就这么开了我，是违反劳动法的。”真稀奇，他竟然还懂劳动法。周云说：“放心，我会支付你法律规定的辞退补偿，但以你的人品，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了。对了，还有你一开始简历上造假的部分，原本我没打算追究，不过现在改主意了。”他还交代人事，后面如果有公司打电话来做程瑶的背调，对他们如实相告。目睹了程瑶被裁的全过程后，这天下班时，茶水间4人组挨个来找我道歉，说自己有眼不识老板娘。我深感不妥，晚上回去就跟周云商量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不想在你这儿干了，真的显得很像关系户。我说，但明明研究生是靠我自己考上的，期刊论文是靠我自己发的，我也可以靠自己找到很好很好的工作。好，周云已经熟练掌握了我讨价还价的技巧，那不能每天在公司见面的话，就搬来和我一起住，好不好？我犹豫道。可是你的郊区别墅真的很远。他眼睛亮亮的凑过来，把车钥匙塞进我手心。没关系，那辆橙红色的帕拉梅拉本来就是给你买的，是你3年前说过喜欢，我一直记得。可恶，好有心机的男人，谁能拒绝一辆橙红色的帕拉梅拉呢？我接过钥匙，又想起一件事，但我本来计划毕业后自己住，就把我一直在喂的那只流浪小狗拐回家的。洁癖十分严重的周云脸一垮，不情不愿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也一直很想养狗的。”我开着新到手的帕拉梅拉，去买了航空箱和一些宠物用品，就打算回去接狗，还提前给它想了个名字，叫布丁。没想到在楼下撞见了我爸，他一见我就沉下脸，大步走过来，质问道：“瑶瑶的工作丢了，是不是你害的？”我拎着航空箱，淡淡的说：“他自己长舌妇，背后造谣老板，他活该。你还有脸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瑶瑶前途一片大好，怎么可能沦落到今天这样？”程宁宁，你别太自私了。得，他以前考试砸了，你嫌我考得太好刺激了他，现在他工作没了，又怪到我头上，是不是赶明他程瑶英年早逝了？你得怪我没给他把命续上。我爸大怒，抬手一巴掌抽在我脸上。程宁宁，你在咒谁？这一耳光用力太狠太快，我没能躲过去，口腔里甚至尝到了一股淡淡的甜腥味。嗡嗡作响的耳鸣声里，我提起手上拎着的航空箱，
重重地朝我爸砸过去，尖锐的棱角刮过他脸颊，出现在我身上很多次的伤口，也出现在了他脸上，只是比我从前要严重得多。暴怒的我爸想过来还手，却被几个闻讯赶来的邻居制止了。楼下的叔叔大声道：宁宁都多大的孩子了，姑娘家家的，你难道真想把她往死里打？最后我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上楼。我蹲下身，黄白相间的小流浪狗撒着欢儿从树丛里跑出来，脑袋使劲在我手心蹭。我刚把它放进航空箱，抬眼就看到了我妈。她走到我面前，不咸不淡地说：长本事了，现在连你爸都敢打了。我嗯了一声，拎起航空箱往停车场走。我妈跟着我一路到了帕拉梅拉旁，倏然眼睛一亮：你现在确实是有本事，这是周总送的。说起来也奇怪了，他那么大一家公司，怎么就看上你了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又自顾自地说：算了，管他怎么看上的，你好好把握机会。被程瑶欺负了这么多年，可算扬眉吐气一回。下次我同学聚会，你开你这车回来送我。我拉开车门，小心翼翼地把布丁放进去，然后转头看着他：不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我妈不高兴地觑着我：你爸打你了？我可没惹你吧？过年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愿意搭理人家周总，还不是我替你打了圆场？这话说得太过于荒谬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早就不在乎我爸怎么对我了，我就是一直不甘心，觉得我们明明血脉相连了10个月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爱我，只把我当作炫耀的工具？我用手背抵着脸颊上又痛又热的巴掌印，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你了。到底是读书多，这种大不孝的话让你说出来都有几分歪理。我妈冷笑：再怎么说你都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程宁宁，你欠我一条命。如果可以选的我绝对不会选择你做我的妈妈。我盯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蒋素梅，我真恨不得剔骨削肉，把这条命还给你。她和我目光对上，怔了怔，低声骂了一句，转头就走。我坐进车里，用力关上车门，从后视镜里看到自己满眼将落未落的泪水。旁人的爱与付出是永远无法强求的。小时候，我最羡慕的人就是程瑶，至少叔叔婶婶面对他时，永远带着无条件的偏爱和袒护，这些他唾手可得的，却是我穷极一生也追不到的泡影。好在我已经长大了，有些东西也不是没得到就不能活。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周云就站在门口等我，看到我脸颊肿起来的掌印，眼神一下子就冷了。你要是再告诉我这是你不小心弄的，别怪我亲自去你家登门拜访。我抱着我脏兮兮的小狗，低头道：是我爸打的，不过我还手了，他比我伤得更重。周云的声音里压着怒气和懊恼，是因为我辞退程瑶的事情，关系不大，没有这事也会有下一次程瑶不高兴，反正他心情不好，就一定是我的错。不过以后我不会再回去了。我终于压抑住了流泪的冲动，抬起头看着周云：带我回家吧。周云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抱着浑身是灰的布丁，神色凝重地走进了别墅。他洁癖真的很严重，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松过手。布丁察觉到他的情绪，伸出舌头讨好地舔了舔他的手背。周云的脸色就更臭了。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原谅你这一次的冒犯。他跟狗对话：从现在开始，没洗干净之前不许碰我。布丁歪着脑袋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脸颊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把他拎进浴室，然后黑着脸走出来。什么时候给他洗澡？这天晚上
我把小流浪狗洗得干干净净，还把它的窝安置在了我床边。周云拿了冰袋过来给我敷脸，垂着眼睫问我：“你以后如果要再回去，就带上我一起，可以吗？”“怎么，你要回去和我爸打一架吗？”我笑了笑，结果牵动了脸颊的伤，疼得倒抽一口凉气。周云嗓音森寒：“他不配做你爸。不说这个了。”我开始十分不老实的动手动脚。今晚我一点都不困，不如我们一起酝酿点睡意吧。老婆，周云喉结上下滚动，眼尾也跟着红了。不要乱叫，老婆，我脸疼。我哼哼唧唧，冰敷不管用，需要热敷。周云看着我，眨了眨眼睛，等明白我的意思后，耳根都红透了。程宁宁，你……我捧着他的脸亲上去，学着他3年前的口吻：“你不要说这种话，污言秽语的，万一被别人听到了，影响不好。”学完之后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是，我知道，我太不矜持了。可这是你家别墅，老古板，不会有人听到的。安静片刻，周云忽然凑过来，低低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，滚烫的气息喷在耳畔。右沿脖梗一路往下，弄得我痒痒的，雾气正浓，从他情动的眼睛里漫出来，又合着月光，轻柔地遍布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。一段时间后，上次拦着我爸对我动手的楼下叔叔，忽然在微信上找我：“宁宁，你爸被警察带走了。”我一听，顿时又惊又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你爸跟人打麻将，人家赊了几百块钱不肯给，你爸喝了点酒，越想越气，揣着刀去找人要钱去了。邻居叔叔说，听人说这事可大可小，要是对方不愿意接受和解的话，弄不好你爸要判抢劫罪。你妈正闹着要跟他离婚呢。这事或许和周云有关，或许没有，但总归是不重要的人。我连找他求证的想法都没有。这段时间，程瑶找工作也一直进展不顺。他简历上信息造假，又有造谣老板的前科，做过背调，就没有几家公司肯要他。也不知道程瑶是怎么想的，走投无路下，竟然跑来找周云投怀送抱。我和程宁宁是姐妹，我还比她漂亮，她一个书呆子懂什么？周总既然连程宁宁都不嫌弃，为什么不考虑我呢？那天晚上，周云回来的时候，脸色难看到极点。洗完澡，他出来抱住我，他往我怀里扑，我立刻推开了，连外套都扔了，语气冷得像能结出冰碴子。我安抚地摸摸她头发，程瑶好歹也是个大美女，她投怀送抱你，难道没有感觉吗？有，他说想吐。周云继续说：“我讨厌程瑶。”我眨眨眼睛，其实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诚然，我略有几分姿色，但你久经商场，难道不应该见过很多美女吗？为什么会喜欢我呢？本以为周云会透露出什么我们小时候早就见过的秘密，没想到他垂下眼睫，低低地说：“我们很像。小时候，我爸另结新欢，我妈很果断地提了离婚，可是她只肯带走我姐，说我跟我爸一样，都是周家的垃圾血脉。我爸很快就另娶了，还生了个小儿子，也不怎么搭理我。有时候我惹他不高兴了，就会把我关在壁橱里一整晚，所以他很怕黑，睡觉从来不肯关灯。我觉得眼眶酸涩，心间有锐痛一点点蔓延开来。可那不是你的错，大人们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。周云凑过来抱住我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会再纠结这些没有意义的事。被关在酒店的时候，大概是因为有相同的气场，所以一眼就注意到你。后来你找我喝酒，还说要跟我谈恋爱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他把脑袋搁在我肩上，像布丁一样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脸颊。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宁宁。
我没法再忍受下一个3年，小别胜新婚，他碰都没碰，只是漫不经心地问我：你是程瑶堂妹，叫什么名字？相3年的空白，好像多少遍都没法完全填补。6月份，我回了趟学校，参加毕业典礼。飘扬的彩带里，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演讲，一下来就迎面撞上周云。他抱着好大一捧向日葵，冲我弯起唇角：毕业快乐，宁宁。我接过花束，仔细打量他的神情，你好像很紧张。他喉结上下滚动了2圈，默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来，黑丝绒上的铂金戒圈，一堆大大小小的碎钻，簇拥着正中间那颗闪得人眼睛都快花掉的粉钻，是一颗收藏级别的粉钻。上次请我姐吃饭，又让给她一单合同，她才同意卖给我，还请设计师帮忙设计了戒指。周云紧张又期待地看着我：宁宁，和我结婚，可以吗？原来这就是他找白牙帮的忙。我答应了他。我一直相信，每个人的好运气都是平等的。上天没有给我幸福美满的家庭和无条件爱我的父母，但给了我聪明的头脑，不逊于任何人的学习和工作能力。至于情感上的缺失，就全交给周云来填满。相爱的人，再远也能重逢。